鱼汤和萝卜那是绝配，要是能把它们做成糕，那就更绝了。欢迎来到阿里厨房，今天咱们就来做鱼蓉萝卜糕。小虾米会混有一些杂质，先挑出来。像这个吃起来硌牙，不要了。瑶柱也来一点，用是清水，先泡10来分钟，软化一下表面的灰尘杂质，再来过几遍清水。这些干货最好能提前1天泡上，如果着急用点热水泡也行。萝卜要削皮，而且要爆深一点，避免吃出渣渣来。如果觉得可惜的这些萝卜皮，可以用点盐腌一下，晒干了用来蒸或者文猪肉啥的也是不错的。冲洗一下，这就得到了差不多2公斤的净萝卜。把一半擦成丝，另一半切成条，粗细长短都要有一点，既能保证口感，结构上也会更稳定。这要放在土木工程里就叫连续级配。切好的萝卜给点盐拌匀了。萝卜糕有杀水和不杀水2种做法，杀水的做法虽说麻烦点，但对于我这种一年做不了几回的生手来说，还算是比较亲和的。出饼的口感也是最好的，最关键是不容易翻车啊。拌匀了就放边上腌着。鱼蓉就直接买鲮鱼华了，摊主已经调好味了，可以直接用，而且是一个行家，知道鲮鱼不能碰姜，下了一点点果皮末，这就很好。顺道再买一些鲮鱼骨，3块钱1斤，用来煮汤性价比相当高。去鳃、去内脏、清洗这些工作是必须的，再过一遍清水就可以了。这个鲮鱼头其实可以单独切下来，用点豉汁蒸熟，就是一道顺德版的仰望星空了。可这里量太少了，不够1盘的，就全用来滚鱼汤吧。放一边沥水，期间就把该切的都切一下，小虾米碎一下，也不用太碎，留点咬口。瑶柱用刀身碾成瑶柱丝，干葱头来一点，拍松切碎。腊肠、腊肉都要提前蒸熟，切成黄豆般大小的粒，腊肉就只要肥的，用来起锅。这些都是需要提前炒香的，放在一起。泡过瑶柱虾米的水也倒在一起。这边的萝卜也腌出来不少水分了，用手稍微挤干一下，这样干湿分离了，后面的水分比例就很好控制了。这萝卜汁留着备用。都准备好了，就开始做萝卜糕了。热锅之后给上一点油，腊肉先进锅，用个中等偏小的火力，慢慢把腊肉的油脂炒出来。做这种要求膏体洁白的点心，可以用铜锅、不锈钢锅或者不粘锅，尽量不要选用铁锅，以防止做出来膏体发黑。差不多了，干葱头进去爆香，就到满屋葱香了。其他碎料也进锅，炒干炒香。想要更香，就蘸进去一些绍酒，再翻几下，先装起来备用。再热锅下油，沥干水的鱼骨进锅煎，这没什么形式上的要求，只要把它炒干炒香了就行，甚至可以用铲子把它捣碎了，这样更容易出味。关键是不要放姜。差不多了，就加进去一点开水，先煮一会儿，再把刚才收集到的瑶柱虾米水和萝卜汁也倒进去。面上有沫子就撇掉，沸煮10分8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倒出来把鱼骨隔掉，就得到了一盘浓厚的鲮鱼高汤。这时候可以把鱼垮舀进鱼汤里了，先把勺子蘸湿了再挖。形状是没有要求的，尽量小块一点就行。再倒回锅里，中等火力加热，直到再沸腾起来，鱼滑也浮面了就可以了。整一块来尝尝哈。嫩滑爽弹鲜甜，
唯一缺点就是还有一点点没有杀伤力的小骨刺。无碍，很好了，起码不用自己刮鱼青了，是吧？再把鱼华分离出来，放一边备用。搅一搅这鱼汤，让它的温度降下来一点，放边上歇一会儿，待会儿还要加班的。粉浆的主要成分就是粘米粉，就是用大米磨成的粉。现在买到的水磨粘米粉都过于优质，单纯用它的话，做出来的膏体就会偏软翻黏，所以要掺进去 20% 的澄面。如果想要膏体更瓷实，可以增加这个比例。所有的鱼汤都加进去，不够就直接用清水补足，搅拌成没有明显颗粒的粉浆。如果这里用清水来代替鱼汤，并且取消鱼肉的加入，做出来的就是普通的辣味萝卜糕了。接下来就要煮萝卜了，直接把萝卜丝倒进锅里，先把它炒热了。如果炒一会儿没看见水分析出，那就是之前挤得太干了，可以适当放点开水进去，盖个盖子，中火煮10分钟左右。期间要开盖翻动2次，以防粘底了。差不多了，加点糖进去，后味。其他的食材基本上已经够味了，所以这里不用再加盐了。再加一点胡椒粉，翻匀。看看这时候的锅底是没有多余水分的，这样就可以加粉浆了。粉浆用之前必须要先搅一搅，再倒进锅里，先倒差不多1/3进去，用中火先把这一部分粉浆炒熟，炒成很粘稠的膏状，就可以把火关掉了。再继续翻一会儿，让温度稍微降下来一点，把余下的粉浆全加进去，搅匀了。之前炒香的碎料和鱼华也加进去，拌匀。装进模具里铺平，我这里用了2个1升，1个0.7升的模具，刚好能装个9分满。一般我都喜欢煎着吃的，所以就不在膏面上撒东西了。装好了就上锅蒸，5厘米的高度，至少要蒸60分钟吧。但凡做类似的蒸糕，宁可多蒸一会儿，也不要让它加生了，所以不妨一次性多做一点。现在都有冰箱，也容易保存，或者拿来送人，也是一份很好的心意嘛。中途别忘了检查水量，及时加开水进去。好，可以出锅了。表面会有一点积水的，没关系，只要稍放凉一下就会蒸发掉了。可以趁着温热切几块来尝一尝。我通常会等它凉透了，刷上一层油，放冰箱冷藏1个晚上，再切片。也可以切成条，四面煎香了，就可以开动了。整一个香字了得，有鱼汤和鱼蓉的加入，整个萝卜糕的口感、味感层次明显提升了。不用担心腥味的，没有，一点也没有，只有鲮鱼本身该有的鲜甜。要再来点蒜蓉辣椒酱呢，蘸一点尝一尝，无敌了。我是阿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